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草台班子。随着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整个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步拉大。有的国家可以夜夜笙歌，有些地区的百姓却流离失所，食不果腹。今天咱们就通过一组数据来看看，在过去几十年里，整个世界财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中国百姓的收入在全球究竟处于什么水平。大家好，我是遨游鱼塘的躺平猫，一个努力让数据开口说话的财经博主。在经历过去几年包括疫情以及战争的多重持续冲击后，全球经济终于在2024年显现出企稳的迹象。尽管对于未来的预测极为悲观，但世界在2024年还是设法避免了全球经济衰退。然而，尽管发达经济体基本实现复苏，但有些发展中国家尚未迎头赶上，低收入国家有可能进一步掉队。世界银行把全世界经济体划分为4个收入组别，即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组别。这些分类于每年7月1日根据上一日历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 进行更新。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标准以美元表示，使用按地图集法得出的换算系数。该方法于1989年开始使用。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旨在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用按地图集法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作为广泛可用的经济能力指标。为保持收入分类阈值的实际价值保持不变，每年使用特别提款权平减指数，根据通胀率进行调整。按照地图集法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新阈值如下。可以看到，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按收入类别划分的国别分类发生了重大变化。1987年，30%的报告国家被归类为低收入国家，25%被归类为高收入国家。到2023年，低收入国家比率下降到12%，高收入国家占比升至40%。其中，中国在1987年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终于在2010年踏入了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行列。而与之相连的朝鲜、缅甸及阿富汗等国家依然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这些国家的百姓依然处于温饱都没解决的状态之下。让我们再把目光放眼全球，整个世界变化的规模和方向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以下是一些突出的地区变化。1987年，100%的南亚国家被归入低收入组别，2023年这一比例已降至仅13%。1987年，中东和北非地区没有低收入国家，2023年这一组别占比10%。拉美加勒比地区高收入国家占比从1987年的9%攀升至2023年的44%。欧洲和中亚地区2023年高收入国家占比69%，略低于1987年的71%。另外，再给大家分享一张有趣的数据图。2023年有3个国家，分别是保加利亚、帕劳和俄罗斯，从中等偏上收入类别升入高收入类别。其中，保加利亚在疫后复苏期间一直保持温和增长，稳步接近高收入门槛。2023年上升趋势不变，受消费需求支撑，实际 GDP 增长 1.8%。帕劳疫后复苏进程稳定， GDP 恢复到疫前水平，实际增长 0.4%。通货膨胀率按 GDP 平减指数计算为 8.1%， 名义国民总收入增长 10.0%。俄罗斯2023年的经济活动受到军事相关活动大幅增加的影响，同时贸易加 6.8%， 金融业 8.7% 和建筑业 6.6% 的反弹也推动了经济增长。这些因素使俄罗斯实际 GDP 增长 3.6%， 名义 GDP 增长 10.9%。按照地图集法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 11.2%， 可谓是战争一响，红金万两。但这种增长趋势能否保持可持续性，我们暂且画个问号。另外，阿尔及利亚、伊朗、蒙古国、乌克兰都从中等偏下收入类别上升到中等偏上收入类别。乌克兰类别的上调是由于2023年经济恢复增长，实际 GDP 增长了 5.3%， 而2022年下降了 28.8%， 以及人口持续下降。自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人口减少了 15% 以上。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因素，
导致按地图给法衡量的名义，人均国民总收入大幅增加 18.5%。虽然乌克兰经济因俄罗斯入侵而严重受损，但建筑活动 24.6% 推动了2023年的实际增长，反映出为支持乌克兰在遭受持续破坏后的重建工作，投资支出大幅增长 52.9%。而西岸和加沙是2023年唯一下调类别的地区。中东冲突始于2023年10月，虽然对西岸和加沙的影响仅限于第4季度，但其规模之大，足以导致名义 GDP 下降 9.2%， 按实际价值计算下降 5.5%。这一降幅使该国按地图给法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回到中等偏下收入类别。尽管全球增长趋于稳定，但增长速度仍低于新冠疫情前几年的水平。目前全球约有7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 8.5%， 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每天生活费不到 2.15 美元。极端贫困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长期缓慢且形势脆弱的国家，其中很多是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另外，约有35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 6.85 美元，占世界人口3%的中等收入国家处于贫困线之下。貌似我也处于这个贫困线以下，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消除极端贫困可能还需要几十年时间，而要实现消除占世界上近1半地区的贫困这一目标，则需要上百年时间。贫困不仅仅是缺少收入，可能还包括缺少获得教育、医疗、电力或基本服务的机会。另外，全球有12亿人面临着洪水、热浪、干旱、飓风等气候灾害带来的影响生活的风险。其中许多人口居住在 IDA 国家，也就是国际开发协会成员国，大多数依靠世界银行提供免息贷款来维持发展。这些国家有近1半人口面临高风险，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贫困，还有让人恐惧的天灾。可以看到不同人类面临的环境差异巨大。最后咱们再看一下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对比，可以看到中国在经历改革开放以后，百姓人均年收入还是有了明显提升，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如何提升百姓的收入和基本保障，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有趣的是，许多涌入某 APP 的美国人民和中国百姓在互联网上高度互动，对完账后发现，美国的底层百姓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谓是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学，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咱们下期再见。